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健康科普访谈。在我们追求健康的路上有一个器官它至关重要，却常常被我们忽视，它就是我们的肠道。今天我们非常有幸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普外科的专家张威医生。张医生在胃肠道疾病的诊治，尤其是中老年肠道健康管理领域，有着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和深刻见解。张医生，欢迎您。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能和大家一起探讨关乎我们每个人，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生活质量的肠道健康话题。谢谢张医生我们常说胃肠不好，全身受累。但具体到生活中呢，很多中老年朋友可能会更关注自己的血压、血糖、心脏对于呢肠道发出的一些小信号呢，比如偶尔的腹胀、排便习惯的改变，常常觉得这是小事儿，忍一忍就过去了。今天呢，我们第一个问题呢，就想请教您，从现代医学角度看，肠道到底在我们的身体里扮演着多么重要的角色？它究竟是如何影响我们全身健康的呢？好的，主持人，您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这正是我们建立科学认知的起点。肠道绝不仅仅是一条被动的食物管道，现代医学发现它至少有3个至关重要的战略身份。第一，它是我们人体最大最活跃的免疫军营。您可能想不到，我们身体大约7到8成的免疫细胞，比如淋巴细胞、巨噬细胞，都驻扎在肠道黏膜这个第一防线。这道屏障的完整性直接决定了我们抵御外界病菌、毒素入侵的能力。可以说，肠道的健康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全身免疫能力的强弱。第二，它是核心的营养转化中枢我们吃进去的饭菜里面超过99%的营养物质，包括蛋白质、脂肪、维生素等，都必须经过肠道的消化分解，然后才能被吸收，变成支撑我们身体运转的能量和建筑材料。所以肠道功能的效率直接关系到我们的体力、精力，甚至造血和组织修复能力。第三，它还是一个拥有独立神经系统的第二大脑。肠道里有一套非常完整复杂的神经网络，神经元数量上亿，它能自主调节消化。更神奇的是，肠道和我们真正的大脑总部之间有一条叫做脑肠轴的高速双向通道。我们的情绪，比如紧张、焦虑，会立刻影响到肠道，引起腹痛、腹泻或者便秘。那反过来，肠道里的菌群状态、炎症信号也会持续不断地向我们的大脑发出影响，和情绪、睡眠质量甚至认知功能都密切相关。所以总体来说肠道健康绝对不是局部的小事儿，它既是免疫力的基石，又是营养的命脉，还是情绪和神经健康的重要参与者。关爱肠道就是关爱我们全身的健康全局。感谢张医生如此清晰的梳理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张医生告诉我们，肠道至少有3个不可替代的顶梁柱的作用。第一呢，它是我们身体的主力免疫部队的驻地，负责防御外敌。第二呢，它是把食物变成营养的核心化工厂，决定着我们的能量供给。第三呢，它还是能和我们的大脑直接对话的第2司令部，情绪和肠道互相影响。所以肠道健康绝对不是局部小事儿，而是关乎免疫力、营养状况乃至情绪精神的全局大事儿那么张医生，既然肠道如此的重要它又是通过哪些我们能够感知到的具体方式来向我们报告它的健康状况呢？中老年朋友们该如何识别这些身体的语言？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学会解读肠道的语言是实现早期干预的第一步。我们的肠道非常的勤劳即使出现一些问题，它最初也不会以剧烈疼痛这种方式来抗议，而是会通过一些更温和的信号来提醒我们我们把这些信号系统性的分为3类大家可以把它当做一份肠道健康自查清单。第一类是最直接也最重要的信号，那就是排便习惯和排便性状的一个变化，会出现持续性模式的改变。请大家注意这2个关键词：持续性
和模式改变。也就是说，不是偶尔一天的变化，而是持续数周甚至更长时间，和你几十年的排便习惯不一样了。频率改变，比如说从几十年雷打不动的每天一次排便，变成3天一次，或者每天都需要跑3次以上厕所，这叫频率的改变。那过程的改变，感觉排便很费力，耗时很长，总觉得排不干净甚至需要用手来辅助按压腹部才能够完成。然后是性状改变，大家可以参考世界通用的我们叫布里斯托大便分类法最理想的就是香蕉便或者是光滑蛇样的3到4型的这样的粪便。那需要警惕的就是持续性的干硬的颗粒或者稀水样的糊便状的，就需要注意了。另外要特别留意排便的颜色如果出现黑色的柏油样的便，那可能会提示你上消化道有出血。那持续性的灰白色的陶土样的便呢，可能就和胆道问题相关。那鲜红色附着在粪便的表面则需要明确是痔疮还是肠道下端的问题。第二类信号是我们腹部的异常警报，腹胀不是简单的吃撑了，而是在餐后腹胀持续数小时不缓解，严重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然后是腹痛比如不固定位置的腹痛、隐痛、钝痛，或者特定区域的腹痛，比如说左下腹，比如说右下腹，反复的疼痛。然后是肠鸣音的异常肚子里这种咕噜咕噜的叫声特别的频繁响亮，那或者相反，感觉肠道里静悄悄的没有声音，也是有问题的。第三类信号就是全身性的关联性警示，这些信号看起来跟肠道本身是无关的，但它的根源可能就在肠道上最需要警惕的红色警报就是不明原因的体重下降如果在没有刻意式的进行减肥，或者是刻意式的控制体重的情况下半年内体重下降超过原来体重的5%，就必须及时就医，彻底排查。不明原因的疲劳和倦怠感，还有贫血，尤其是缺铁性贫血在排除了女性经期过多失血的原因之后要高度警惕是否是慢性的消化道失血引起的。那所以总体来说，肠道呢会通过排便的形式、腹部的感觉以及全身的状态这3个渠道向我们发送健康报告。中老年朋友一定要学会倾听，核心就是关注变化和持续几十年的老习惯突然就改了，或者不舒服不是1天2天，而是持续很长时间以上，那这些就是身体在提醒我们该关心一下这位劳模了。大家听出来了吗？张医生给了我们一套非常实用的自查清单。肠道在通过排便模式、腹部的感觉和全身状态这3个渠道向我们发送报告。核心呢就是关注变化和持续。比如几十年的老习惯突然改了，或者肚子不舒服不是1、2天，而是持续1、2周以上，这些呢都是需要我们引起我们重视的2个点。尤其呢是没有刻意的减肥，体重却明显的下降了。还有呢就是不明原因的贫血。张医生强调这是红色警报，一定要及时就医。